今天用的是湯種法做的无蛋吐司。如果平时做的面包感觉有股蛋腥味儿，那你可以試試这個無蛋的配方。不加雞蛋做出來的吐司也是這種柔軟又拉絲的。湯種的做法也特別簡單，主要是保濕延緩面包老化，吃起來的口感更濕潤，而且拉絲效果也更好。主要也是特別適合手揉，沒有廚師機的姐妹你們可以試試。還是提前做個湯種，具體的比例我打在字幕上。這個就是你加好了水，把面糊先攪到沒有面疙瘩再加熱。加熱的時候也是用小火，然後不停的攪，直到攪到這種面糊的狀態。測一下面溫，現在就是65度左右就行。還是要徹底放涼，到時候和煮面團一起和面。現在和煮面團的部分，我還是把具體的和面比例打在字幕上。最近有姐妹就說她做出來的面包只要加了雞蛋就是有蛋腥味兒。這個蛋腥味兒其實主要還是雞蛋新不新鮮。如果你的雞蛋不夠新鮮的話，可能就會有蛋腥味兒。還有就是如果怕有蛋腥味兒的話，你們的那個奶粉就加一點量。面團的含水量比較大，我今天是沒加雞蛋，加了170克的牛奶。这個你要預留10克吧，你後面看看面團如果太黏了就少加一點。和好的面還是放到冰箱裡冷藏1個小時，拿出來再用。拿出來現在就能加鹽和黃油了，鹽差不多就2-3克，黃油的話20克就行。先揉，把那個黃油揉到面裡，看着面团揉的差不多，现在也是比較黏，那就刮起來摔。這個摔和之前做湯種的方法是一樣的。還是3分鐘，摔到表面光滑有小氣泡的時候就行了。現在還是把面團拔薄，就能加酵母了。這個酵母就是乾酵母、鮮酵母都行，不管是哪個，你都用一點牛奶或者是水把它給化開了再加。加牛奶的量就是看你這個面團的含水量夠不夠。我今天的這個面團有點偏黏了，所以我就用了一點點的牛奶，大概也就是3克吧。如果你這個面團摔的時候摔不出去，面團明顯缺水，那你在這一步就可以多加一點牛奶。做面包一直覺得不好发不起來的，那你就可以試試這個乾酵母，或者試試鮮酵母。加了酵母以後也是要先揉一下，把它揉均匀了，然後再刮起來摔。這個摔也是3分鐘，摔到表面光滑有小氣泡就行了。最後再用擀面杖砸一下，這個砸差不多就3到4分鐘吧。我這個面就是比較黏，所以砸之前要把面的表面少來一點乾面，要不然你砸的時候它會粘。砸完了我給你們拉模看一下，就能拉出這種特別薄的手套膜就行了。我做面包都是1发，所以現在就是把面團收圓了，分成等份的劑子，每一個小劑子也是把它給拍一下，然後搓圓了，放着鬆弛15分鐘。現在夏天做面包一定要控制好面溫，我是北方，我現在室內溫度也是20多度，沒達到30度，所以你要室內溫度比較高的話，那你這一步就放到冰箱裡鬆弛。鬆弛好了，現在就做第一次擀卷。這個面團比較黏，所以還是揉面墊上還有面團的表面都少拍一點乾面，不要太多，太多了你擀的時候它也會滑。卷的時候也是從上往下卷，把邊上的氣泡拍破了，然後卷到最下面的時候把它給扒薄了，然後這樣一個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都做好了，還是要放着鬆弛10分鐘吧。有的姐妹就說我那個面團擀的時候還是會回縮，那你就多鬆弛一會兒，這個時間其實也是個參考，你還是得看你面團的狀態。做面包還是要學會看面团的狀態，因為配方不是萬能的。比如說你和面的時候看面团的狀態，你就知道含水量高了還是低了。還有就是拉模的时候也是，你拉到哪種程度，最後再看這個鬆弛的程度。所以說就是不要光看時間，一定要會看狀態。第一次擀卷和第二次擀卷也沒有什麼區別，都是要把邊上的氣泡拍破了，然後再卷。卷的時候不要卷得太緊。我還是放到烤箱裡發酵的，我用的是38度，然後發了1個小時，差不多有10分鐘。今天發的就是有點慢。做這種方吐司不要發的太高，差不多就8分滿就行。然後烤箱也是提前預熱，上火150，下火170，我一共是烤了32分鐘。出爐的時候才發現這個蓋子它有一個縫，但是好像也沒有太大影響。